宋朝到底是强宋还是弱宋？不得不说，两宋时期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宋朝的读书人社会地位确实比较高，特别是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开口闭口就喜欢谈论宋朝的 GDP 世界第一如何如何，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人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一码归一码，两宋时期军事上那确实比较糟糕。尽管很多人声称蒙古征服其他的地方用了多少年，征服南宋用了几十年，所以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宋朝的军事力量那也是很强的。这种言论呢，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也要看到还有其他的原因。蒙古征服别人速度快，征服南宋花的时间慢，就证明南宋的军事强。征服其他地区花的时间快一方面是因为其他地方人口较少，兵力不足，更重要的是其他地方的大部分都是平原为主，适合蒙古骑兵机动作战，而南宋地处长江流域，地形上以山区为主，不适合蒙古骑兵的推进，而且处于亡国灭种前的垂死挣扎，所以防御的时间久一点，一点也不稀奇。宋朝或许是一个并不是真的弱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因为除了军事上的相对软弱，其他各个方面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并不能因为其他方面辉煌的成绩就给宋朝标榜为强大的时代。总的来说，这个时代既可以算弱宋，也可以称之为副宋，但是绝不是强宋。副宋和弱宋表面上看互相矛盾，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积贫积弱的国家局面同样是重文轻武所导致。国家税收处理不当，官职体系繁多复杂，让宋朝富庶的国家收入大量流失，军事和民生发展逐步走向低谷，最终展现出一个表面虚假繁荣，实则积贫积弱的两宋盛世。从两宋空前繁荣的商业贸易以及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再到积贫积弱的民生建设和士兵疲弊的军事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两宋官职体系的复杂繁琐和长期以来文官长兵重文轻武的偏移思想所导致。所以副宋是表，弱宋是里；副宋是假，弱宋是真。